86駅後発見。偵察を行う。油断は禁物だ。観察を続ける。地雷を踏んだようです。敵の罠かもしれん。行くぞ。弾がない。山内、架けを行こう。
暴露了，这是我的疏忽。更残酷的战斗就要来了。夏老师早，鞋块散了，走，第二 pose 没去掉。早上好，向老师，都给您准备好了，谢谢。昨天晚上，你男人又打你了？您怎么知道的？哎，是的。何芳。报纸准备好了，早饭也准备好了。前日，八路军某部独立团在太行地区磁水县与日军精锐之师第136旅团展开激烈交战。八路军使用了刚刚研制出来的各式新型武器装备，战斗力突然激增，毙敌上百人，连续打退了敌人2次进攻，但终因寡不敌众，撤出了磁水。磁水，你老家被占领了。这大惊小怪的，这一点我早就预料到了。那你皱什么眉头啊？我皱眉是因为这条新闻不应该这么播。日本人多难打啊，毙敌过百，还不赶紧昭告天下，振奋民心啊？这一条新闻应该只播结果，而不应该播是刚研制出来的武器。为什么？一般刚研制出来的武器呢，都给最近的部队使用或者是试用。就此，我们就可以知道，该部队附近一定会有一个兵工厂。根据兵工厂的一般参数，再结合这个部队的地图数据，我们就可以算出兵工厂的位置。这儿。日军少将横尾阔到衢州商会拜访贤达。怎么了？你知道横尾阔是谁吗？3年前3月26号下午3点，在早稻田大学的第1礼堂，当时一个日本的军事专家给我们讲古今兵法，这个人就是横尾阔。是他。我军向外严重，八路军有新西武器。战斗区域在什么地方？这个人现在来到了中国，带的就是136旅团。以他的智商，我能想到的，他必然也能想到。很重要。将军，什么重要？八路军有新型武器，说明有兵工厂。第一，兵工厂一定在一个隐蔽的位置，我要这个位置。第二，有兵工厂，必有大批的工人，我需要这些人。马上摸清兵工厂的位置和人员的数量。嗨，我马上派人侦查。你一介书生，
教好书就是抗日了，别成天想那么多。我倒是担心你家里人。对于已经发生的事情呢，我只是关心，并不担心。我担心的只是即将要发生的事情。那你担心的是什么呀？孔元有可能在兵工厂。孔元不是在前线部队吗？他已经有164天没给我来信了。根据我的判断，他有可能在执行一项秘密的任务，那个地点有可能就在兵工厂。连长，你们都是各连队百里挑一的高手，你们的任务就是保卫咱们的心脏——兵工厂。心脏懂吗？心脏。警务员，连长什么情况？不知道啊。罗达，怎么不服气是吧？啊？觉得整天都没有怨气是吧？说老实话，我也有。秘密的任务应该会在秘密的地点，按理说是安全的。越安全的地方，越容易被人发现，这正是我所担心的。你光担心孔元，你就不担心你爹和你妹妹吗？如果想让我爹吃亏，那是不可能的，因为他做生意那么多年，善于跟各种人周旋。爹，写完字也去上个香，让婆子保佑你2个哥哥平安。王老师好。王老师。王老师，您是不是有事儿？没事啊，没事。根据以往我们见面的规律，每一次在校园都是您先向我打招呼，这一次很特殊，是不是？您真是料事如神呐！其实啊，我就想跟你说向老师的事儿。您说。按理说呢，这向老师的为人呢还是蛮不错的。可是这向老师的闹钟啊，在早晨总是叫不醒他，却老是能叫醒我，哎，搞得人心里直慌啊！原来是这个事儿，实在对不起你了。哎，我不是这个意思啊，我的意思是，这向老师的闹钟啊，能闹醒隔壁的我，却闹不醒近在咫尺的他啊，而且不是1次2次了。我觉得这个事情不简单的是空间原理的问题，而是涉及到一个人的心理乃至生理，那个就一丢丢问题啊。我知道，王老师，我替他向您道个歉。向老师不让我告诉你。您放心，我也不会告诉向老师。我要去上课了。早上好。早上好，早上好。起立！老师好。同学们好。我们指哪？赶集。赶集。对。赶集就是逛街。逛街。按照这个计算的话，才能有最后这样的结果啊！同学们注意了，如果不按照这个计算的话，那么这个也是不成立的。上什么课啊？小日子都打起来，你还上什么课？你说这些都没有用。现在我们最重要的是学好知识，才能保家卫国，你知道吗？你看看，现在已经成这样了，我做不住。我知道你能做出，我肯定做不出。什么都不会，你怎么保家卫国？怎么了？我到前线去开担架，我帮忙去开东西。别这么拧行不行啊？现在我们要好好上课，好好学习。你看看，国家都没了，你学习还有什么用啊？现在你是保外公主，
别吵了！你别吵了，看老师。说你呢，别吵了。我在认真的讲，你们为什么没有认真的听？黄老师，说实话，外面炮火连天，国难当头，大家对这数字实在不感什么兴趣。那你们对什么感兴趣？实业救国，上阵杀敌。我要做战地记者，我要当女兵，我要当护士，我要做飞行员，空中避敌。那你们更应该认真听讲，因为这一切都跟数学有关。孔老师，您这话有点太玄乎了。如果我告诉你们，任何事情，包括人和整个宇宙，都是一个数学公式，任何事情都可以通过数学计算得出结果、原因，还有可能性，你们相信吗？不信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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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通过我昨天的计算，今天中午11点05分将有一次空袭警报。现在是11点03分，我想警报马上就要开始了。大家不要慌，这是预警，离飞机到达我们这个城市的上空还有36分钟。我想我们完全可以把这堂课上完。同学们，请坐。老师，您这是蒙的吧？你今天晚上要干什么？我有个约会。人的正常反应是0.03秒到0.15秒，而你的反应超过了1秒钟。你知道这说明什么？说明什么？这说明，今天晚上你约会的对象是一个女生。你把你和她近2个月的生活数据给我，我就能算出今天晚上你们约会的地点。我不相信，我绝对不相信。把你的生活数据给我。站住！这家人住哪里？
说。带我们去。苏区，好，谢谢。老师，您这不会拿10个指头数吧？从中国春秋时期开始，计算方式分为筹算时代、珠算时代，还有测算时代。今天我们用的是测算。测算不是中国人发明的，是17世纪数学家奈皮尔发明的一个计算方式。它比中国人发明的筹算和珠算高明吗？任何计算方式都是因地制宜、因时发展，但都殊途同归，因为正确的答案只有一个。今天我们选择测算，是因为它用的道具很简单。珠算需要一个大算盘，而筹算呢需要271根木筹，而测算仅仅需要10根筹码。好了，这些知识呢，我希望你们下课以后到图书馆去补齐。下面我们进入关键的计算。小姐，橡皮，慌里慌张干什么呀？日本人来了，跟老爷说一声啊。爹那边我去说，你赶紧去布置人马。干什么呀？你要和日本人干啊？别啰嗦，快去吧。哎。龙溪路英雄火锅店。鸳鸯街。你今天晚上约会的地点绝对不是龙溪路英雄火锅店。其实我知道你约会的地点，只是我不能说，说出来，我怕侵犯你的隐私。说。为了祖国的数学事业，大家想知道吗？想。好字啊，欧体，输了。好字啊。此字是针对我们否？不管是针对谁，都是一笔好字啊！我想认识一下这里的掌柜的。今天你约会的目的地，最后要到达的是一个床。想知道原理吗？想。出来为数不短，等你回去。着什么急啊？再看看，我喜欢这里边的风土人情。此为虎穴上神之地，不可久留。虎穴，即便是虎穴，也是在我的嘴里，我都不怕，你怕什么？
你若不怕，入菜拍野。孔老师，我们以前并没有在一起过，根本没有数据统计，您是怎么算的？在你给我提供的这些数据中，有些是隐瞒或者是避免的，对不对？对。但是你给我提供的几次鸳鸯街的活动行为引起了我的注意。这几次数据是蓬莱客栈探望朋友、护国宾馆探望朋友、青藤旅社探望朋友。其实根据你以往的活动半径，这些活动目的都是一个谎言。但是你活动的规律还有频率，这都是准确的，都是在找一个宾馆。根据目前城市大学生重复事件的基数，我来判断，你是去开房间。如果我没有算错的话，你和他是第一次开房间。孔老师，您没有算错，我就是那个女生，她报名参军了，下周出发去缅甸。我不知道还能不能见到她，就让她去找了一家宾馆，她把她献给祖国，我把我献给她。孔老师，谢谢您给我上了一课，让我知道只有热血是不行的，还得有实力。我本来想当一名战地记者，但是今天我才明白，学好数学同样可以报效祖国。我们受别人欺负，不是因为我们的武器，而是因为我们的头脑。好了，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，希望你们每一个人都爱上数学。警报马上就要响了，请大家跑警报吧。看来意外指数发生了，要不我们继续上课？喜欢吃糖吗？这是奶糖。哎呀，你还蛮细心的呢。哎，你不会是又给孔芳老师办喜事了吧？没有没有没有，我这是感谢你，没有把我迟到的事告诉孔芳，谢谢啊。这个糖我不能收。哎呦，别客气了，再见。哎，人家都跑警报去了，你还往里边走啊？我就不溜腿了，回见啊。孔老师，孔老师，你怎么不跑啊？去年6月5日，有数千人被炸死。知道在什么地方吗？知道，防空洞里。您的意思是，防空洞比外边还危险啊？在敌机一次性超过100架以上是这样的。那今天这个情况呢？根据我最近对天空中的敌机做的统计，跑和不跑受伤害的概率是一样的。那我也能不跑了吧？可以，但我还是建议你跑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怕你心里承受不住。对，我承受不住，我承受不住。老板，说谎话是会让你吃亏的。说谎不可能，我一生一人，靠心和嘴吃饭，心不使坏，嘴不说谎，粮真的没有了。
没有了？没有了，实在抱歉，实在抱歉。孔老板，你跟这把枪说没有了，如果他答应，我转身就走。长官，我跟他说不着啊。那他就要跟你说得着了，长官。我不小心打了个杯盖。快把茶端进来。长官，请喝杯粗茶。不想活了吧你？我不想活了，我爹我娘都让小石本子给杀了。你不想活，东家还想活呢，你闭嘴！可我早得慌活。我告诉你们啊，今天谁要是敢轻举妄动，我先毙了谁。老实点吧你。你还愣在这里干什么？快出去！孔老板，你刚才说你从不说谎。是的，不说谎。那你告诉我，他是男孩还是女孩？男孩，是个男孩。真的吗？真的，当然是男孩。孔老板，你刚才不是说你不会说谎的吗？哎，那你现在告诉我，他是男孩还是女孩？他是谁？说，他是谁？还需要我用枪来问你是吗？别激我爹，我是他闺女。那两坏人，带走！哎，长官，你要多少粮，我来帮你筹。这人你得给我留下。不要跟我讨价还价。长官，我说我帮你筹粮，你没听懂吗？孔老板，我让你拿粮来换，你听不清楚吗？长官，我说的中国话难道你听不懂吗？都别动！哥，打不打？兄，危险，不宜进击。枪声难辨，马应该认识。我们进去看看。长官，请留步！我求您了，我一定替您筹粮。誰だ貴様。
掌柜，正是孔良凤。哦，梁行门上那一行字，不知谁人所书啊？小女孔融。没想到，好字。谢谢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日本长官来征粮，我这里已经是无粮可征，长官要把小女征走。哎，武神呢？老爷，追不追？回去，添什么乱？回去。和本地人打交道的守则是什么？厳重に警戒をし、共産党を捕まえるようと仰せつかっております。你做到了吗？没做到。没做到怎么办？李将军处罚。嗨，处分你有什么用？我问你以后能不能做到？能做到。少尉殿、あれは誰ですか？バカ！はい。お前は横職もわからんのか？はい。5架，上一次是7架，上一个月不少于9架，去年不少于50架。按照这个速度递减，太棒了！他们快完蛋了。不光是数量，而且还有质量。什么意思？你看这一架，是胶合板还有尼龙布做的。啊！我最近看了很多关于日本的图片，马路中间的铁栅栏都被搬走了。要不是缺铁、缺油、缺物资，缺得这么厉害，我想，他们也不会偷工减料。你要那些杂志，我都帮你准备好了。你不会想要投笔从戎吧？去日本留学前，我在德国的一本杂志上看了关于横尾阔的介绍。到了日本以后，听过他讲的《孙子兵法》，后来我写过一篇关于他讲座的言论，被定为抗日分子遣返回国。去年他来到中国，来到我的家乡太行，现在又打到了我们的县里。在过去的半年里，我从报纸和收音机里听到过他3次带兵打仗的消息。你想说明什么？他不是一个曝光率很高的人，我也没有特别关注过他。但是他现在时不时的就蹦出来，出现在我的眼前。根据这个概率，我想，我很快会在此见到他。从心理学的角度上来说，你啊，就是中度心理强迫症。海燕，你不能再吃安眠药了。我没。嗯。这个王老师，你不是说你已经摆脱失眠了吗？
要不能相信你了，还是得跑警报。安眠药不能再吃了，再好的药吃多了都有副作用。我觉得你。 どうだ？はい、大丈夫です。将军，车好了。长大到这个地步，及早冒进，违反军令的事情不可避免，用惩罚呀已经不起作用了。军令留下，军令放脚。医生，麻烦你给我多开1瓶吧。这都不少了，就这些，如果让月里知道了，也会给我惹麻烦。你现在睡眠是不是指着他？哦，不是，我是学心理学的，我可以做到自我催眠。我不就是怕自己麻烦，所以才来麻烦您吗？这药啊，还是能不吃就不吃。再给你多开，我没那个胆儿。你不能逼我犯错误。医生，医生，就给我多开1瓶，开1瓶行吗？就1瓶。报告将军，昨天夜里，八路军又抢走了我们3节铁轨。今天上午，工兵已经抢修完成，铁路已恢复通行。中国各家报纸、电台均已报道了前天我军与八路军的作战，说他们的新式武器力挫我军士气。我们的报纸呢？我们的报纸都说战军阁下是战略性的前进。虎头山的地图什么时候拿到？按原定计划，测绘小组将于明天返回。 做好准备，地图拿到，兵发虎头山。哎。老乡，有火吗？老乡哪儿人呢？凤凰坡。 那我就再忍会儿。走好啊！胡连长，胡连长，有情况，快跟我来！
老伯啊，什么人？2个戴斗笠的人，知道干啥？凤凰会有人戴斗笠吗？胆子够大的，什么人敢探咱们的地？别想了，快走！把东西搁地上，把手举起来。站住！什么人？ 农民，举着，举着，举着！新的，刚买的吧？你知不知道这儿当地人不戴斗笠啊？再问你一遍，什么人？我是农民。别跟他废话，把鞋给我扒了！你他妈鞋干什么？里面，别动！ 是鬼子，哪能看出是鬼子？日本人穿木屐，大拇指和四指分得很开，你看，还真是，也不成这样啊！中国人也穿木屐，你还知道的不少啊！这是我们传过去的，现在我们都不穿了，知道吗？我再问你最后一遍，你叫什么？快说！等着。是点呆了。我问你。 你们一共来了几个人？2个。交差！再问你一遍，到底几个？4个，4个，4个。那俩在哪儿？晚上10点，凤凰坡，十字路口。 将军，您为何放弃武术？我以前很爱武术，现在觉得非常的乏味，尤其到了中国，更是难以入眠。想是您思念家乡？不，我思念中国。我很喜欢这个国家。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求而得之啊？木沙部已经得几乎。 孔连长，陈连长，有事啊？快过。孔连长，听说抓了2个日本特务啊？对啊，2，一死一活，还要2，晚上干掉。哦，厂里的同志啊，都很关心这个事情。哎，给团部说了吧？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吧。我们自己能解决的事情，就不用跟团部说了。哎呀，我是担心这个日本人啊，是不是发现了这个地方？要不然他们怎么会派人来刺探呢？ 如果得之在手，我们为何还要在这荒郊野岭之中啊？战国策里曾经说：“行百里者，半于9世。”将军何意？100里走了90里，也只是刚刚开始。世人往往时间无数，末路蹉跎。我真担心日本皇军犯此错误。您忧国忧民，深为可敬也。 汇编要地质，一直以来是日本军队的习惯。我觉得他们未必发现咱们兵工厂，不过也不排除这种可能。是啊，是啊，我觉得呀，以防万一啊，还是给团部说一声。哎，这样吧，等今晚干掉这2鬼子再说吧。团部正在北线苦战呢，先不麻烦他们。邓山君，你为何系剑道？
又是口吃，便是迷不知。便见到6年，口技岁月，见到真无气，春无心，养无精神。剑道啊，源于吴越春秋，传到日本的刀法经过多年的演变实践，不过还只是击、刺、收等长短动作进行消解，非常像中国的长短剧。我希望唐山君以后练剑道的时候，应该勇读辛弃疾的《破阵子》。吃吧。不吃啊？哎呦，你这脾气还挺大的啊！哎，我可告诉你啊，你别不识好歹，这面我平时都吃不着。你不吃我端走了啊？你别吃了。哎，蒋介石啊，啊，不值得！我告诉你，一个士兵可以死，但不能死在饭上，啊！你看，你还挺倔是吧？啊，我们指导员说了，说你并不是一个冲锋在前的战士，你只是一个军化兵，速写水平很高。等战争结束了，你可以去当个画家。死在这儿，可就没什么希望了。你听我说话没有？当兵打仗被抓很正常。不就是当个俘虏吗？只要战争还没结束，就会有俘虏。不是你也是别人呢，你不是第一个，也不是最后一个。听人劝，吃饱饭，赶紧吃吧。这可是地地道道的中国汤面。吃吧。就让他吃。来吧，别绷着了，快快快，可好吃了，快点。吃没毒啊！拿着。定期将检查居住证件，市民随身携带已被查询之物件。为什么？孔芳，你回去吧，我该睡觉了。你睡吧，你睡了，我就走了。我知道你担心什么，你放心，我保证不吃安眠药睡觉。把安眠药交给我，我就走。我吃完了。是吗？你在撒谎。我只会跟你撒娇，我什么时候撒过谎啊？说反了吧？我是心理学家，我心里有数。你心里有数，我心里没数。
你把安眠药交给我，我就走。813在城内巷战40，敌伤亡300，我从容让步。连长，连长，干嘛？我咋觉得你对那俘虏比对我都好呢？我要是不吃饭，你肯定不会那样劝我吧？你肯定还得踹我，冲我嚷嚷，爱吃不吃？爱吃不吃，爱吃不吃。你踹我，学的挺像。我跟你说啊，优待俘虏是国际原则。哎，你听说哪条国际原则是连长要优待自己通讯员的啊？那你也不能虐待我呀！我虐待你了吗？目前没有。就是，我跟你说啊，如果那个石田三郎不吃饭，那咱们今晚的任务就得重新布置。为啥呀？他吃不吃饭跟咱有啥关系啊？你动动你的猪脑子想想好吧？为啥？别总问，想明白吗？如果他不吃的话，就证明他没说实话，怕遗漏下咱们杀了他。哟，还真是这么回事哎！我怎么没想到呢？你要能想到啊，你就是连长了。看来吃的不少啊！作为一个老师，你应该很清楚，爱撒谎的人肯定不是一个好学生。走了。晚安。龚连长，今天晚上的事儿，你心里有数没有？我有数。陆大，干掉那俩鬼子，你需要几个人？行，你点吧，用谁都行。他和大嘴，有眼光。时候不早了，赶紧出发吧。到时候我让一排长接应你们。去吧。把鬼子引得越近越好，沉住气。好，明白。你左我右，成。西大，麦克，别动，动就送命。后面10几支枪指着你们呢，拍手走过来。左边那个先拍，右边那个跟上，不许跳。乱了节奏我们就开枪了。过来。过来！
将军，是有个妙户。什么事啊？这回小子这位按起规定，以为有凶器闯回。接应他们的人呢？听闻是想江上未敢冒当先事。立刻派一支特别小分队进山摸清情况。我觉得呀，必须立即向团部汇报。汇报什么？汇报有情况？对呀，情况不解决了吗？那如果还有后续的情况呢？那后续情况后续解决呀。孔连子，兵工厂可是重点啊，不能出现一点问题的。谭厂长，独立团刚刚跟鬼子打了一场硬仗，现在被迫转移到磁水线以北，正在守着咱们的运输线。及时给他们发电报的话，他们手也伸不过来呀。老罗同志啊，一个大队的鬼子那是很厉害的，但凭孔连长一个连的兵力啊，恐怕是守不住的。兵工厂不能出现一点事情的，兵工厂不会有问题的，谭厂长。我跟你说吧，别说鬼子摸不到这儿，即便鬼子摸到这儿，虎头山天险不可破。孔连长，谭厂长，杨团长当时派我来，就是相信咱们特务连的战斗力。现在鬼子连影儿都没见着的，你就让我打电报求救，这像话吗？有情况，赶快回去报告连长。准备战斗！报告连长，报告连长，一股强大的日军正在进犯虎头山。赶快隐蔽！赶快隐蔽！特务连准备战斗！特务连准备战斗！连部，8路軍1機発見。警察を行う。
油断は禁物だ。観察を続ける。地雷を組んだようです。敵の罠かもしれん。行くぞ。给我打！